军！天光将晓，小心火。你女儿才20多岁就横死，你家这是犯太岁呀！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斋教法师，他的太岁符可灵了，从此保管你家再不碰上这种横事儿。你胡说，我女儿不是横死，横死你也瞒不住呀！你的女儿上了吊，方正都知道了。要不是我们万年县刚没了县尉，公谢的人早都上了门了。我苦命的女儿啊，有什么事你想不开，怎么就上了吊了？她并非自缢。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小姐并非自缢，而是被勒死后吊起来的。什么？我女儿是被勒死的？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你要是想叫她死得不明不白，可以当我没说，我这就用颜色将她颈上的勒痕与指甲痕覆盖，便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干嘛的？他瞎说的吧？炼乳师是给逝者化妆的，是个新行当。这孩子原来也是花容月貌，走的时候还能这么漂亮，挺好。哎，你画一次多少钱？你这生意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找你的人不多呀？哎，我跟你说呀，你呢想做好生意，得跟我合作，我给你介绍活，只要你2成佣金就行。行了，你别在这招揽生意了。说我女儿不是上吊，除了这几个指甲印，你可还有其他证据？真自缢者，眼合唇开，手握齿漏，缢在喉上，舌抵齿，喉下舌多出，而小姐并非这样。你看，锁钩平直，环绕颈部，颜色不深，这是被勒死的痕迹，且有指甲伤，应是试图自救时留下来的。再有，真自缢者，双手握拳，而小姐，难道我女儿真的是被人害死的吗？是他，一定是他们害死我女儿！杀人了！杀人了！快来人呐！杀人了！杀人了！窦武庄被杀了！看，就这儿，就这儿。箭是从哪儿射过来的？斜对面。太惨了，就是你们。中仵作、耿老仵作、尹仵作、苏县尉。长安县旗长至此，仵作来验尸。死者马奎，短刀割入脖颈，身近5分。你们都是仵作？有的人算仵作，有的勉强算，有的根本不算。
当心！无妨。一见正中要害，此因无争议，无需验尸。哎呀，董院乃是葛九泉门下的大弟子，亦是最优秀的门生，这仵作行里又少了一个人才啊！董兄。今日是董仵作请你们吃饭，这应该不是吧？什么叫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到底是不是我们也不清楚啊。不知道谁请客就来吃席，那你们是怎么接到的邀请呢？这个。吕将军，我们也是。请柬何在？在，我没带上。这儿。这吕将军，你们可认识？就是不认识。刚才我们几个念叨过，收到请柬时原本都不想来的，但看请客的是位将军，在长安城敢自称将军的，肯定非同一般，自然是大人物。如此抬举我们，不来岂不失礼呀？再有就是这都康酒楼可是长安新晋最好也是最贵的酒楼，若不是有人请客，怎有机会来此一饮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对了，董仵作认识吕将军。董仵作，哼，这个吕将军，早知道他也同时请了你们几个，我就不来了。照你这么说，董仵作也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个吕将军。后来呢？伙计就来上菜，说是有人吩咐过，申正时分，不管客人到没到齐，都准时上菜，好酒管够。再后来呢？才喝了1杯酒，董仵作就嫌太阳晒着他了，然后就……都这个时辰了，怎么还这么晒啊？刚才窗户关着时倒是不晒，我帮您关上。用不着。都说这梅雾包厢能看到最好的街景，我看也不过如此吧。等等，刚才你说窗子关着的时候倒是不晒，对呀，那又是何人何时打开的窗子呢？这个想不起来了，应该是上菜的伙计顺手打开的吧。伙计何在？谁给梅屋上了钻？是阿秋。阿秋？这个小子可不地道，3天前偷吃客人的菜被我抓到了。我不是早就通知他让他滚蛋吗？他不是想好好干活，让您收回成命吗？今天他就抢着给客人上菜，结果给梅雾上完菜后没多久，就听见上面喊杀人了。杀人了！好像是梅雾。哎呀，这说杀人了，去看看。不，刚才上官说要询问，让所有人都过来。我再去找他时，就不见了踪影。你可知阿秋住在何处？知道。去把他叫来。是。
这梅雾包间是何人所定？啊，是个叫吕将军的人。真名叫什么？那咱就不知道了。不是他来店里订的？是他订的，但来的不是他，是个预定郎。啊？何为预定郎？就是专门帮人预定酒楼的人。预定时通常不留真实姓名，而是在姓氏后边加个后缀，诸如说李举子、王进士之类。吕将军也是如此。预定郎，你可认识他？认识，就是高五娘啊。啊，不是预定郎吗？怎么又是个女子的名字啊？就是女子，预定郎，她只是个行当，有男有女。能找到此人吗？这倒是不难，他常到杜康酒楼来预定，我知道他的住处。把他叫来。是。苏县尉，我们能走了吗？暂且回去，但万年县械会随时传讯你们。不得离开长安城啊！是。这里放的都是葡萄酒啊，虽然比不上云顶红那么纯正，但是能运到长安来，那肯定不会太差。先得让预定郎订好包间儿，然后还要算准了董月一定会来赴宴，来，还就得坐在那个主座。还需算准，彼时窗户是开着的，且董月会起身关窗，使要害暴露无遗。最重要的是，此人必定射术精湛。这个凶手不简单呐！如实交代，不然大刑伺候。那天给客人上菜的时候，我就偷吃了一口，正好被老板看见，真是丧气。谁知晚上回家，别怕，你叫阿秋，是杜康酒楼的伙计，就快不是了。因为偷吃给客人上的菜，对吧？你怎么知道？后天申时，梅坞包间有大人物宴请贵客，你照我说的做，你们老板自会留下你。信不过我，这个你总信得过吧？我本来是不想拿，只不过这100钱挣得太容易了，只要我上菜的时候把窗户打开就行了。没别的了？没有，我哪知道他是要杀人呢？我当时听到楼上喊死人了，我吓得腿都软了，我就赶紧跑了。我没罪吧？我是拿了100钱，不会让我给那个死了的仵作偿命吧？哼，因为贪财，你被凶手利用，导致他人被杀。我知错了。看在我阿秋这么些年老实本分，从来不欺凌老幼和女人的份上，你们就放了我吧。这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若是悔改，就该主动投案。你跑什么？我回答不上来了吧？苏明啊，这种人必须教训啊，要不然以后不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以后再也不贪财了，我认罚。要不打他3板子，以示惩戒？这么巧，是怕把你打坏了，无法再讨营生。记住这次教训，
以后啊，小偷小摸的事儿莫沾，嘴馋就别去酒楼当伙计，干点别的。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压下去。是。上官，我是高五娘，我是帮那个吕将军订了包间，但谁知道他要杀人呢？我就是个预定郎，命案可跟我没有关系。您新官上任要请客吗？你要请客，我可以帮你预定，整个长安万年两县最好的酒楼我都订得到。还是先说说你是在哪儿遇到的那个所谓吕将军吧。东市啊，现在生意不好，那天我在东市上逛了一整天，才遇到这一桩买卖。长兴坊的杜康酒楼订得到吗？可以呀，您定哪一天？3日后申正时分，我要阳面的梅坞包间，行吗？看来您有所了解呀。杜康酒楼最好的包房就是那一间，但确实难订，一排要排上7、8天以后呢。不过我有熟人，指定订得上。您怎么称呼啊？吕将军，和酒楼说，不用等客人都到齐，申正时分准点上菜，好酒管够。得嘞，来，拿着定钱。樱桃，带他去苏山殿，让喜君画像。明白。画像那感情好，不过可给我画的美着点。我看你是想的挺美，给你画像有何用？是给那绿袍大胡子吕将军画像，到时候你需把他的面部特征说出来，越仔细越好。啊，走吧。谢位，董月并未成家，除当仵作外，他还开了家寿材铺，这是那寿材铺的唯一伙计，也是他徒弟。见过上官，我是来给师傅收尸的，我会用店里最好的一口棺材为师傅下葬。你师傅可认识一个叫吕将军的人？不认识。那天我刚打开寿材铺的门，就发现了一封请柬。杜康酒楼，吕将军，莫非什么时候有过一面之缘？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师傅，既然记不起来，就不要去了，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大赛便是。为什么不去？哼，关键是有最正宗的杜康。再说了，即便我在大赛当天喝得酩酊大醉，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也非我董月莫属。师傅，昨天您说大赛前3名就能当专职仵作，直接进宫线，不必世代为贱籍了。不止如此啊，后代还可以考取功名。可我对这些丝毫都不感兴趣，我只爱干仵作，干一辈子。我要把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替我的老恩师从耿无伤的手里夺回来。等等，你说什么大赛？怎么回事？是收到请柬的前一天，师傅回来跟我说的。他当时喝醉了，可高兴了，说天子下令要举办一场仵作大赛。皮尔12了吧？你俩记性真好。你没交他验尸之书？哦，还没，太早了吧？仵作世家，6岁学艺不算早了。你不会没打算交吧？要交的，要交的。现在不交也可以，除非你有把握拿到仵作大赛的前3名。长安的仵作，师傅您是了解的，徒儿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呀。今日董月已死，你的把握增加了不少。还真是啊。钟世载，弟子在，师父请讲。今日我将你逐出师门。师父，您说什么？姚二、苏禅，你们进来。师父，
你们2人做个见证，我长安仵作耿无伤今日正式将钟世载逐出师门。师父，爹，徒儿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将徒儿逐出师门？世载啊，为师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既然举办仵作大赛，前3甲可正式进入宫廨，成为专职仵作，其后人亦可脱离贱籍，可以读书，考取功名。你钟世载能不奋力一搏，拼取这个机会吗？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我会。故我必将你逐出师门。这是为什么呀？很简单，因为为师也是个仵作，我也会参加这次比赛。我若不将你逐出师门，比赛之时你定会因为我是你的恩师而不会使出你的全部本事与我比试，万一因此耽误了你的前程，岂不可惜？师父，你想多了。我不是，徒儿的意思是，您这把年纪了，还要参加什么仵作大赛吗？我干了一辈子的仵作，也想通过本事取消贱籍，进入宫廨。更何况我还有个女儿，我也会考虑她的未来。师父，如果是因为这个，徒儿可以不参加仵作大赛的。钟世载，你走吧。大赛之际，你我均不可念师徒之情。师父，苏协北，看样子你们是都听到了。是。我们师徒之间的事，请勿见怪。你又来，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您好像已经猜到我要问什么了。不错，仵作之死无足轻重，可却偏偏死在了仵作大赛的消息传来之际，这可就不同寻常了。自从我隐退之后，幺儿也离开了仵作行，长安这才有了5大仵作的说法，分别是常为刑部效力的董岳，多为大理寺效力的夏侯爽，雍州府的刘维，长安县的仵作郑好，还有就是刚刚被我逐出师门的钟世载。如今董岳已死，其他4人均有作案动机。当然，董岳被射杀之际，世载与我正和苏县尉同席共饮，可率先排除嫌疑。多谢您赐教。还有就是，世载刚刚对我说，他3日之前便听到了这个消息。另外3人是宫廨中的熟人，想必也就都知道了吧。故若有人刻意隐瞒，亦有嫌疑。再谢。这个耿无伤，不过是个老仵作而已，他还帮你探上岸了。或许人家是好意，这不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吗？但有杀人动机的未必只有仵作。可问题是什么？哎，我想说什么来着？啊，我本来还挺敬重他的，可他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参加什么大赛，要去争这个进入宫廨的机会，不过是俗人一个嘛。我倒是觉得这正说明仵作行多么需要这个机会。天子啊，真是圣明。哦，上任第1天就碰到这么离奇的案子，可说呢，此案确实棘手。哎，
要不然这个案子你明州府拿去查得了。苏明，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我这次来，本是想请你喝酒的，毕竟重回仕途，值得庆祝。可你有要事在身，本参军就先告退了。哎，别急着走啊，帮我出出主意。哎，你觉得那个耿武作分析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啊，不过可先排除仵作刘维，因为今日申时，他正在陪同本参军查案。这个思路好，可逐个排除。大理寺案子多，仵作夏侯爽你我都熟，也可以暂时排除。那不就剩下长安县的仵作正好了吗？你做过长安县尉，那个正好你难道不认识吗？何止是认识啊，他可是整个大唐最有底气的仵作，出自荥阳郑氏，武姓七家当仵作，这没法不让人印象深刻。我记得他祖上是窦建德手下的大将，善射术，百发百中。后来窦建德被太宗文皇帝给击败了，其祖上不肯投降，还以世家名门为傲，这把文皇帝给气的，就罚他们这一支世代当仵作。对啊，你也说了，他祖上善骑射。哎呀，是啊，董越就是被那凋零箭给射死的，得查这个正好。那个罗三军，樱桃不在我身边，去查这个正好，我这心里可没底啊。要不然你陪我去一趟，给我壮壮胆儿。好你个苏明啊！我的苏大县尉啊，绕来绕去，你还是在算计我呀？这怎么是算计你呢？再说这不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吗？仵作正好，为人跋扈得很，还会舞。我一介书生，我去查的，他万一一生气，他射我一箭，我就……如果我没认错，是卢参军吧？怎么，苏县尉你难道不认识吗？认识，苏明嘛，仗着是嫡公弟子，从长安到万年，又当上了县尉。两位，何事登门？哎呦，这是正仵作打的猎吧？且都是一箭中的。那当然，我正好打猎，从不射第二箭。佩服佩服。啊，对了，正仵作祖上那也是一时的豪杰。那当然了，我的祖上是荥阳名门贵族。只可惜跟错了人呐。哎，我说苏无名，你能不左一口一个仵作，右一口一个仵作的喊我吗？郑兄提醒是，这又不是在攻陷，应该兄弟相称。郑兄啊，我们此次前来是想讨杯茶喝，且有要事相告。哦，那屋里请吧。什么仵作大赛？没听到消息。那现在我把消息告知你了，你会去参加吗？不一定，不一定。我这个人好面子，怕万一进不了前3，遭人笑话。毕竟京师仵作行中藏龙卧虎，我虽名在5大之中，但我一向谦虚谨慎，也不敢说就胸有成竹啊。更何况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担心后代考取功名，所以就不参加了吧。今日申时，郑兄在哪儿啊？打猎去了。外边挂着的猎物，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可我观那猎物不像是申时打的，从伤口的颜色和血腥的气味来判断，更像是一早打的。你这是在跟我卖弄仵作之学？
正好，你的弓呢？你要干什么？你郑家以射术著称，想必弓是祖传，且是好弓。我想见识见识。怎么，怀疑上我了？何来怀疑之说？卢参军只是想欣赏欣赏你的弓而已。好，等着，我给你取去。小心！果然是你！哎，我说郑兄，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喝茶？正好，为何袭杀朝廷命官？你们无端怀疑我，就是侮辱。为了祖上荣光，我就是要射死他范阳炉，又当如何？只可惜你射术不精，给祖上丢人了。我当然可以百步穿杨，一箭毙命，只是隔着门，你侥幸罢了。那第二箭呢？我射远不射近，第二箭，你离我太近了。近了反而射不准，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来，把他那个箭囊拿来。这箭囊用了好几年了吧？你是瞎呢，还是故意瞧不起人呢？看不出这是个新箭囊，这是我前天新买的。是吗？正好啊，在杜康酒楼，董岳仵作在申正时分中了一箭，是你射的吧？董岳死了，与我无关。我说过他死了吗？我听别人说的他死了。量他的脚。长度正好，都对上。正好，在杜康酒楼的对面，酒库2层，我们发现了凶手的脚印，跟你对上了。你还有何话要说？脚一样大的人多了，我这双靴子很普通，在长安能找出上万双，你这不算证据。刚才你说这是新箭囊，在我大唐，万事皆有规制，一个标准的箭囊收箭30支，你的箭囊价格不菲，这样的箭囊往往配送新箭，而你的箭确实是新箭，你还说你百步穿杨，打猎从来不射第二箭，故一箭射杀野兔，一箭射杀狐狸。按照打猎的习俗，射毙野兽的箭无需收回，以祭山神。算上射我的2支箭，现在箭囊中的新箭应该有26支，可这里面只有25支，剩下的那1支呢？这拿上来。射杀董岳的这支新箭，原本就在你的箭囊中。武艺兵器之事，你瞒不过卢参军。我在山上打猎，申氏还没回来呢。可有证人？山间的野兽、飞禽，可为我作证。哼，苏县尉，你无需再跟他废话，大刑伺候。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在弓械上打根本没用，给我拉到东市上去打，让全长安的人看着他挨打。士可杀，不可辱。你还是别脏了这个士字吧。都愣着干什么呢？拉到东市上去打，打完拖到西市接着打。
继而鬼师。是。走，等！你们杀了我吧，董月那厮是我设逼的，我认了。正好，公堂之上，你要想好再说，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作为定罪的证据。甚好，各位上官，有礼了。啊，我们干一杯。哎，董月，你难道没看见我吗？哼，看见了，一个仵作，干嘛总跟当官的混在一起？我们同为氏族之后，我管你祖上是谁。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仵作，还是一个技不如我的仵作而已。好你个董月，你给我等着！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前，我都快忘了。可是昨日，长安县有一个案子，同时两处发现尸体，我跟钟世载分别验尸，正在切磋验尸所得。哎，钟世载，啊，这是谁给我的信啊？信，没看见啊。荥阳正氏岂能被辱？浴血前耻，明日申正。高昌酒坊后院仓库2楼窗前，弯弓搭箭，设杜康酒楼之霉物，可报大仇。信里写的什么？啊，没什么。我本将信将疑。正好买了新弓箭，一早去打猎，先射杀一只野兔，又射杀一只狐狸，可我还是心烦意乱，便带了弓箭去了那仓库的2楼。射杀董月，不仅是为了报仇吧？你敢说跟即将召开的仵作大赛没有关系？那当然还是有些关系的。我的祖上跟错了人，以至于让文皇帝贬为贱籍。到了我这一辈，我已经做到了长安5大仵作，通过这次大赛就有可能摘掉贱籍。要再射杀了董月，那把握可就大多了。毕竟姓董的仵作之术确实高超，在我们5人之中，当属第一。那封信呢？在我身上。一是什么意思啊？莫非1日之内就有良缘？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谁在外面？郎君，你是谁啊？我们是不是见过啊？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啊！
侥幸火烛，平安至早。五更寅时，天光将晓，侥幸火烛，平安至早。寅时，漏断人际，星垂四野，亦迷离。天地浑王兮未息，故刺客杀人多选择在这个时辰。你们记下了？记下了。别出声！爹，怎么回事？我只盼着刺客他不会来，可是没想到他还真的来了。董月之死，谋者何人？爹已经知道了。还真小瞧了这刺客。谁？何方盗贼，胆敢闯入我宅？皮尔，不在读书，在做什么？爹，是您啊！您不是说若选一则读书，若有余力则习武，文武双全才是人中龙凤吗？我说过这个话吗？说过。哦。您为什么翻墙进来？啊，那也是习武的一部分嘛。哎，对了，前2天你说想骑马了？是，妹妹也想，特别想。今天就骑，和你妹妹收拾东西，走。中午座，这么早就出城，这是要去哪儿验尸啊？我在教儿女骑马。卢参军，请让一让。我若是不让呢？那我只能从你身上踏过去了。好，来吧。你凭什么拦我？我若没有理由，就不会拦在这里。皮尔、杰尔，今日骑马高兴否？高兴。高兴。记住爹爹和你们说的话。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是。带妹妹回家。爹。皮尔，回家。卢参军没有当着我儿女之面动武，钟世载谢过。利用正好杀害董月，一箭双雕，以确保自己在武作大赛上能够获胜。你这计谋过于阴损了吧？哼哼，看来你是不准备下马投降了。我用的是吕将军的名号，将军可百战死，焉能下马受降？好你个仵作，还会马上武艺！
试试不就知道了。2年前，听说右金吾卫中郎将在鬼市力破幽冥四怪，用的是3节枪，好生羡慕。我便把这条跟随我多年的丈八蛇矛也改造了一番。我出身为奴，从小拜师学艺，成为仵作，才从奴籍变为贱籍。但是我从没有一天放弃习文学武。今日你若胜我，算你有本事；但你若被我一枪挑于马下，那么一国藩邦从此便多了一位领兵打仗的钟大将军。好一个钟大将军，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要反叛于我大唐吗？少废话，策马过来吧！听说那贼武艺高强，哎呀，若没有卢大将军出手相助，我们万年县还真抓不住他。哎，少客套。薛环已经先行入方立案了，本参军就不陪你审案了。告辞。罗凌风，师弟，多亏了有你，愚兄在此谢过了。希望万年，在苏少府的治下，日夜长安。长安万年。我无罪，苏县尉，狄公他老人家抓人，可是讲证据的。钟仵作自认为高明，觉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是又怎样？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是不会认罪的。信上的字，黑墨中夹杂着棕色，应该是作画颜料中的颜色，说明平时此人作画，或者身旁常有作画之人。你给儿子起名丕，给女儿起名节，这可是魏武帝给儿女起名用的字啊。那又怎么样？你的女儿叫钟洁，你从小就培养她绘画的才艺，对吗？钟洁，你画得很不错，只是姐姐疑惑，画案如此工整，是怎么做到的？因为爹不让任何人用这桌案，阿兄也不行，他自己也不行。那你爹平时在哪里写字啊？爹要写字时，就拿我的颜料碟对付一下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证实一下。给正好的信件和给那5个仵作的请柬上用的就是这里的墨。而你钟世载是个用笔极为娴熟之人，却要故意装成不会写字的样子。我观信上的字迹是你故意伪装，对吧？那也只是你的推断而已。苏无名，你自己破不了案，找一女子来哄骗我的女儿。这位女子可了不得，裴喜君裴小姐，不敢说是整个长安绘画最好的，但绝对是长安女画师中的翘楚。当真？裴小姐，我女儿能否拜你为师？她很有天分的。你还是先认罪吧。看看这是什么？
从你的家里搜出来的，自己看看吧。给他穿上。来，看看这个。这是何人所画？裴小姐根据高五娘的描绘所画，这能算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了吧？裴小姐，收吉儿为徒吧。哦不，过继给您，做您的义女。裴小姐，吉儿聪慧孝顺，我真的不忍心让她一辈子在贱籍啊。钟世载，钟杰很有天分，我也喜欢他。若有机会，我一定教他画画。但这是公堂之上，请你快起来。钟世载，你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我没有直接杀人，我请人吃饭，我有什么错？正好报复杀人，与我何干？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武作大赛中进前3，你连自己的授意恩师都要杀。钟世载，你还犯过哪些罪行？如实招来。我没有。哼哼，耿老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当年我见到他时，他一身是血，身上还多处受伤，一看便是与别人拼杀时留下的。我妻已死多年，并未给我留下子嗣。钟世载是我收下的第一个徒弟，我对他就像对亲儿子一样待他教他，但终有一天我发现他并不适合做武作，就是因为他少时杀过人。看我们这一行的，经常跟死人、凶器打交道，看到的、感知到的，亦会激起一个人的杀戮之心。现在你明白耿老为何要将你逐出师门了吧？钟世载的武作之技，虽说能够排在长安的前列，但是并没有把握进入前3。他为人极其精明，他最擅长是借力打力，更善用诡诈之计。故当我发现董岳之死没有那么简单时，我就怀疑上他。他以为一气除掉董郑2武作，便可确保自己进入前3甲。我谎称自己要参加武作大赛，并且提前写好了这个，等他来。我若遇刺，杀人者钟世载也。您这是提前预判了案情。徒弟是我教的，老朽惭愧不已呀。我昔日为奴，却有幸随小主人读书习武。小主人愚钝，或者说就是一个傻子，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马上马下的功夫都不如我。主人因此生气，常常打骂我出气，我只能一直忍耐，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但是我的忍耐并没有换来善待，主人越发残忍，几次险些打死我，我忍无可忍，就杀了他们一家3口，又伪装成盗匪夜袭，我自己也受了伤，才骗过了捕贼官，逃了出来。活到了今天，师父说的对，我早就厌倦了做一名武作。
因为我每次看到死人、凶器、杀人现场，我就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呀。苏县尉，苏县尉，发生一起斩首案，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身首异处。科学验尸，仵作钟世载在此。可惜了。做仵作的机会也不再有了。幸好没叫喜君来。苏县尉，没有仵作可请了。去请耿老，就说我叫你去请的。是。哎呀，苏县尉才上任，还请您老给个面子。不是我不给面子，你看我是又老又病，真的出不了门了。苏禅呀，你跟徐局长聚一趟，就说是代父验尸，问苏县尉能否应允啊？怎么？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做个仵作吗？可我是女子，能做仵作吗？哎，女子验女尸比男子更为方便。再说，苏无名是狄公的弟子，自不会因循守旧，也许正可成全你，拿上我的验尸箱，去吧。去吧。我以前没验过尸。每个人都有第一次，请吧。苏县尉真的允我验尸？耿老既然让你来，想必你已得到他的真传。另外，樱桃可以帮你记录。如此，有劳了。记，向下皮肉卷缩，两肩颈骨高耸，周遭有喷射状血迹，这是生前遭砍杀的尸状。头颅在肩膀右侧4尺，头颅断面平整，可与躯体接上，故推断应是被刀剑之类的利器所砍，且杀人过程为一斩而就，应即刻寻找亲属辨认尸体，确保身手为同一人。丧命时间，观伤口应该在亥时，最晚子初时分。苏县尉，我不知道还需要验什么了。验得很仔细，思路清晰，判断无误，未来必是可继承耿老衣钵的好仵作。徐期长在，按仵作所言，立刻去寻找死者亲属。今日仵作苏禅可得最高验尸费用。另外，未来万年县需要请仵作时，均可请苏禅。是。苏禅，你不错，一点都不比苏县尉验的差。恭喜你成为女仵作。其实你并非第一个，我们之前在石阳县也见过，且不止一个，所以你并不孤单。尸体都看过了，能确认身份吗？就是我的女儿。
儿，昨天还好好的。都怪你，孩子捡那点倒霉的钱就应该扔出去，你倒好，还当什么好事？捡钱？哎，娘，你看，这是谁丢的呀？这个荷包是你们谁的呀？不是我。哎呀，快数数有多少？哎，有没有见过一个钱袋的，大约这么大，红色的？见过。特别想讲那个。今天我们就没去过十字路。苏县委，附近街巷都问过了，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听说过丢钱的，还没听说过谁捡钱的呢。谁要有这种好事儿啊，谁也不愿说出来呀。对啊，对啊。这个袋子有人见过吗？大家都看看，见没见过这个红袋子？没见过。二师兄，吓到了，木头做的，平时没事了就用它练习妆容之术。看看你这儿，哪还有个家的样子？你现在应该承认了吧？不再做仵作，又从家里搬出去，就是嫉妒爹对大师兄比对你好。当年刑部和大理寺都向爹要仵作，爹推荐的是大师兄，却不是你。你是不是还在生爹的气？都过去了。来喝碗汤吧，这是我亲手做的三乐姜骨汤。那不是西式的名饮，达官贵人喝的，你自己在家做得了？这有什么难的？就是用喝梨乐、安摩乐、皮梨乐3种果子煎汁，再配上猪筒骨一起煮。那我可要尝尝。来，真好喝。我还有一件好事情要告诉你。一大早我就听说师兄被宫协抓了，我心里特别难过。还能有什么好事啊？是啊，和大师兄的事情比起来，我当不当仵作有个不算的事。你要当仵作？是苏县尉允许的，验的是一具被斩首的女尸。也不知道应该替你高兴还是……为什么不替我高兴？仵作阴气太重，你一个女孩子不合适。可是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二师兄你不知道，你搬出来以后，爹每天都要教我验尸的口诀。你已经学了3年了。对啊，我虽然学了3年，可是爹时常骂我笨，因为在他心中，天分最好的是二师兄你。大师兄的事情，我能看得出来，爹心里难过得很。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二师兄重回仵作行。这不是要举办仵作大赛了吗？二师兄你最厉害了，一定可以拔得头筹。这样就可以成为宫谢的人，爹一定会以你为荣的。我做炼容师，也会成为全长安城最好的。我会常常去看师傅，愿他老人家。这是何人的？一个被斩首的死者。可是，被杀之人在路口捡的。飞叔，你怎么知道？这是别人丢的储气袋，借寿用的。借寿？师父，你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若是能选，徒儿宁愿借寿给您的。师父，
师傅，这是您的在天之灵来收钱了吗？师傅，一路走好。哎，这谁丢的钱袋啊？这种事儿在鬼市时有发生。一个人将要死去，而他身边挚爱他的人不想他死，就装一些钱在储气袋中，扔到各个路口。若有人捡到，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寿命借给那将死之人了。但是把捡钱的人杀了，这可不是借寿啊，这是抢寿啊。这在鬼市中都极为少见。那这1字儿便是借寿1年的意思？那要看那将死之人病得厉害不厉害。若是很厉害，哪怕借1天也是有可能的。借寿1天杀一人，这也太残忍了。写着字的人虽说用笔很熟练，但字却写得勉勉强强。哦，一休，你看，他的收笔很用力，一看就没有先生教过。苏县委，棺材铺的小伙计，也就是董月徒弟，在他师傅面前自杀了。这把剑啊，平时就放在这儿，据说是辟邪用的。要说这董月，干了一辈子仵作，身上真有点邪气。他横死，肯定心有不甘啊，非要把徒弟带去给他陪葬。徐局长，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这不是很明显，他就是，请仵作。是。去耿仵作家，请苏禅来。是。那个红袋子是谁放那儿的？哪儿？一大早接到报案，我就把棺材铺封锁起来了，没有任何人进来。这应该是原本就在那儿的吧？樱桃，来数一数。7749。3。燕，死者口眼张开。记下。燕，死者双手均未见伤痕。需分开记录。哦，我的错。燕，死者左手未见伤痕。记下。燕，死者右手未见伤痕。燕，伤口在左胸前，洞穿而过，此剑钝而不利，故推断行凶之人有极强的臂力，且是在死者不注意时一击毙命的。你怎么确定是有凶手？为何不是中邪自杀的呢？若是自杀，以死者的臂长根本握不到剑柄，若握住剑身刺入并洞穿其胸膛，那么手掌必然会留下伤痕。更何况以此剑之钝，绝没有此可能。苏禅，你有没有发现这地上的血迹
甚是怪异。我也发现了，正准备仔细检查。爹，您听我刚说的验尸过程，可有纰漏？没有。要是您能跟我一块儿去就好了，还可以亲自指点我。哎，一袋钱，7749枚。是的，先前那个被斩首的女子也捡到过这样一袋钱。哎，别动，我自己充。这袋子里装的是马钱子。啊，马钱子，爹，您把这剧毒之物放这儿干嘛呀？虽说是剧毒，但适量用，它就是一味草药，它可消肿止痛、通络清血，更重要的是，它可解装毒之苦。原来爹一直在用它治疗疮毒。哎，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疼痛而已。苏县尉，耿无伤来了。哦，苏县尉提携小女，连续2次验尸，已成仵作。耿无伤特意前来致谢。耿老，您亲手培养了这么好的仵作，应当是苏明代公谢，谢您老才对呀。哎，客气了，客气了。耿老，请慢用。苏县尉，这么说，耿老是想看看那2个储气袋？当然，老朽没这个权利，只不过身为仵作，几十年跟随捕贼官，这案情所涉，自生关心，也有几分好奇之意，所以苏某求之不得，正想让您老给看看。樱桃，拿来。爹。7749，这是个极阴之术啊，正好镇压了死人的灵魂。杀人借命，并非前所未有。20年前，长安也发生过这样的案子。一个商人受方士的教唆，为给父亲借灵延寿，连杀4人。出气袋中分别写了1369的数字。当时我记得幺儿还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刚进师门，协助我验尸时，吓得直哭。时任县尉杜审言根据公谢验尸所得，很快就找到了凶器，锁定了嫌疑人，抓住了凶手。最终，凶手和那方士都被朝廷判了腰斩。这借寿邪术不过是权贵用金钱买命的把戏。现在发现了13，还会有69，那岂不是还会有2人遇害？这袋子里也有数字？有，就在我这儿。您老请看。写上日子，6月23。师傅，您怎么了？没什么。我明白，毕竟大师兄跟随您多年，但师傅不必难过，不是您无情，而是他终是在自作孽不可活。我已经想好了这最后一篇写什么了，就写仵作为何不能杀人。
师父，恕弟子直言，这没什么好写的吧？任何人都不可以杀人呢。您再想想，一定有比这更好的篇章，视作凝尸记的结尾。可为师这身体……您放心，您的手还有呢。你怎么知道？我虽然搬出去住了，但不是每隔3天都来探望您吗？其实，每隔3天，我也会去道观里为您求一次寿。早就得到了神灵的启示，说您的寿还长着呢。二师兄重孝道，苏禅不急。乞丐也捡到了出气袋。叫上仵作苏禅。仵作苏禅前来验尸，无关人等退后。爹，我回来了。爹，爹！苏明，你不是说想吃苏山吗？给你送过来了。快，随我去跟我作家。苏禅，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凶手，以告慰耿老仵作在天之灵。无凶手？什么？你验过尸？我并未动过尸体，可我爹几日前曾教过我，他这是马钱子中毒之象，而马钱子正是我爹用来抵御创毒之痛的。我观现场并无打斗痕迹，故而推断，我爹是服用了过量的马钱子。这马钱子毒之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亲眼见过。这马钱子是一味药材，可以消肿止痛，但一般不多见，因为稍有不慎极易中毒，一旦中毒极其痛苦，头足相救，其势如弓，也像织布机，所以又叫千机药。中马钱子之毒者，起初无力，脖子发硬，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直至周身抽搐，最后全身蜷缩入弯弓，反复弯曲多次，其痛苦可谓人间之最。如此说来，耿老正是中了此毒。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师傅！宋县尉，我师父怎么死的？可有验尸？尚未验尸，疑似过量服用马钱子导致中毒而亡。不可能！我师父懂医术，知道马钱子是剧毒，怎么可能过量服用？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太疼了，所以不想活了？人在一瞬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也是有的。你胡说！我师父一生历经磨难，什么事情没遇见过？怎么可能因为受不了创毒之痛自寻短见？这是干什么？二师兄，松手！苏县尉，请允许我一妖为恩师验尸，找到真正的凶手。要，苏晨，可配合他。是。素明，我觉得可以出个告示了，以后在大街上，尤其是十字路口，再见到那个储气袋，不可再捡了。如此只会引起恐慌。乞丐所捡的储气袋中的6字，我看了很久，唯一仍确定的是，写字之人学习写字的时间应不久。师父！已验尸完毕，也要相信他师父是自尽的。二位节哀，那就给老人家设置灵堂吧。苏县尉、诸位，还有素晨，趁你们都在，我有话要说。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他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我改了行。他当着苏禅的面要求我答应，让我和他一起成为仵作之书凝尸记的共著者，并以此身份重回仵作行。我当时并没有答应，现在想来，老人家这是以子相逼，是我害死了恩师。今日我当着恩师的在天之灵，请各位见证，我阴妖此后重新做一名仵作，一生不再改行，并报名参加即将到来的仵作大赛，誓拔头筹，让第一仵作的名号永驻我师门。好事啊！苏无名，虽说耿老徒生变故，但阴妖重回仵作行是喜事，你不该高兴吗？耿老不是跟你说过，以阴妖的天分，定能成为最好的仵作吗？殷仵作，我想有你刚才的那番话，耿老仵作也能含笑九泉了。但当务之急
是赶紧设置灵堂。可是阴郎，上次多亏了您为我爹整洁面容，老人家走得格外庄重安详，多谢您了。啊，是我应该做的。我这一大箱子化妆之物，值多少钱？打开看看。都卖啊？都卖。确实不少，也真是有些好东西。给你2000钱，3000钱，2300钱，最少3000钱。这是整个长安唯一炼容师的所用之物啊！今日之后，再无炼容师。哎，这是给死人化妆的，这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我这一大箱子若是给活人化的，你最少要出6000钱，3000钱你要不要？要。你回来了。3000钱，拿着，我把箱子卖了。二师兄。我知道那个化妆箱就是你的全部财产，你为何给我？师父在上，我阴妖愿照顾苏禅一生，请恩师的在天之灵答应，将他许配给我吧。二师兄，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并不喜欢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搬出去住了。我搬出去是为了有朝一日永远的搬回来。这么说也不对，这屋子太破旧了，而且阴气过重，未来的天下第一仵作将是公谢的人，受人尊重，后人也可以考取功名，所以我们应该搬到更宽敞明亮的大宅子里。仵作大赛，你真没有把握？本来是没有把握的，但如今只要将我和师父合铸的凝尸剂献给公谢，谁敢不把第一仵作的名号给我？二师兄，爹更希望你凭借自己的本事拿得前3甲。苏禅，其实你也并不是师父的亲生女儿。什么？师父这一生只娶过1次妻，钟氏在拜师时就已经死了，我是他收养的孤儿，而你是他捡来的弃婴。我们同命相连，未来我会照顾你一辈子，让你过上人上人的日子。你也不必再做仵作，只在家里为我生儿育女即可。只可惜这凝尸剂还差最后一篇，不过我这个合著者已经想好该怎么写了，我就写仵作进入宫谢后，如何配合捕贼官建功立业。下尉，连续3起命案都没有抓到凶手，按规制当将案卷转送雍州府。不急。耿老的灵堂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阴妖说算好了日子，今日就会下葬。今日就要下葬？樱桃，拿人。
万年县尉苏明前来验尸，闲杂人等退后。苏县尉，师兄和我昨日已经验过尸了。耿老与你是至亲故，不符合规制。苏某决定重新验尸。死者为大，而今恩师已入棺木，你难道要开棺不成？耿老做了一辈子仵作，为了探明案情，也没少开别人的棺吧？仵作之家找借口阻止开棺，这甚是荒唐。你们都先出去，我要先祭拜耿老。苏县尉验尸结果如何？莫非我师父不是死于马钱子之毒？是。他的手上、臂上、颈上、脸上可有抓痕？没有。可有反抗撕扯的痕迹？没有。也就是说，我师父是自己服用的马钱子，而并非被人强灌进入口中的。没错。那你开棺验尸验的是什么？这是对我恩师的大不敬！我要去告你！告我？你怕是没这机会了。我在耿老身上发现了这个。你很孝顺，耿老也很看重你，但当他发现你有可能是杀人凶手时，便将证据藏在自己的贴身之处，然后扶马钱子自尽。他是想用他的绝望和死结束你的杀戮。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这儿有笔墨，你敢写出136三个字吗？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写？也是。你现在有了警惕，即便写出来，也不会露破绽。这也是耿老的高明之处。写上日子，6月23。将弟子逐出师门，需要同门师兄弟签字，这一行规应无先例。耿老就是要看看你的笔体。怎么可能？我师父就是个仵作。他虽是仵作，却先于本官推断出董月之死终是在逃不了干系。喜君，对照出气袋中的纸条，验着文书上的字迹。是。李友，真的是你？为什么？究竟是一片孝心，还是怕我爹没命写不安宁事迹？苏明，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我？
我是宁氏记的共筑者，我要将宁氏记献给朝廷，我要成为青史留名的第一仵作。我刚才说了，你没有机会了。来，看看这个。不可能！我离开这3年，我师父非常后悔。他让我一起署名仵作之书，就是在补偿我。那天他虽然说了一些恭维炼荣师的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想的，就是让我重回仵作行，光耀师门。耿老已经为仵作之书的最后一卷、最后一篇确定了名字：仵作不可杀人论。单看这名字，我也很难理解。再看这纸条，我就明白了。耿老是在暗示，之所以不许你重归仵作行，是因为你杀了人。其实你早就露出了破绽。董岳的徒弟死了，在他的尸体后，地上有一块四方形，没有血迹，这就是你所谓的炼荣之礼吧？我来为董岳炼荣，没人知道吧？没有，我知道师父和您师门不和，所以谢谢殷先生能来。这是做什么？炼荣之礼，死者应受之礼。我能做些什么？站到我前面来，跟着我学。哦。面朝门外，为师父祈福。保持这个姿势，闭上眼睛。正值子时，应有更夫经过棺材铺，你担心被发现，故仓皇逃走，并没来得及擦拭地上的血迹，便留下了证据。验毕。这文书中署名阴妖的字迹，与出期带中字条的字迹，均出于同一个人。以耿老的智慧，我笃定他不会没有真凭实据就服毒自尽。故我开棺验尸，果然发现他将你没有防备之时留下的字迹藏在了自己的怀中。我还是大意了，验尸时看见那文书，
本想让他带走，埋于地下，便永远没人知道那借寿之人是我了。我以后写字也会改掉那该死的笔法。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子龙祥，他就收养了我，但我真不想是他收养我。他满脸沟壑，目光阴沉，整天和死人打交道，我好怕他。我想学读书写字，可他却让我学验尸。他还说仵作之学口口相传，不需要认字。可是后来他却教了苏晨读书，我心里很不情愿。但离开他，我又会饿死。后来，慢慢的，我喜欢上了和死人打交道。我发现我很有天分，他也一直在利用我的天分。与其说他是我的师傅，不如说我是他的半个师傅。因为开坑中功法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3年前，他把这些写进凝尸记，我意难平。他写进书里就变成他的了，我的一丝痕迹都不会被他留下。还有，刑部大理寺让他推荐仵作，他推荐的都是钟世载。他还说，钟世载能文能武，是个难得的全才。我更恨了。既如此，为何不教我读书写字，让我成个文武全才？3年来，你不仅学会了写字，从你用剑的力道上看，你还学会了武艺。不会，但我力气大。我每天晚上都在仇恨中拼命的猛刺、砍杀。我也不傻，我改行就是为了让他心存愧疚。我了解他，他这一生最在意的就是师门传承。钟世载急功近利，早晚会出事。我就在等着这一天，到时候为了让我重回仵作行，他一定会有所表示，要么将仵作之书传给我，要么便让我拥有我本该得到的合著人的署名。我等了3年，险些没等到这一天，因为他疮毒发作，随时可能丧命。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他一起经历过的案子，商人为其父借寿。你们知道吗？商人虽被腰斩，但他的父亲真的多活了好几年呢。所以，我也要借寿，我要让他活着写完仵作之书，我要凭借此书出人头地。邪恶如此，焉能当得了仵作？天分固然重要，但心肠才是根本呐。殷友，你会比你的师兄钟世载判得更重。你要为那3个无辜者偿命。